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好玩的动漫，名字叫做《理科生坠入情网，故尝试证明》。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用数字来进行表达。自然万物都遵循着数字运算法则，所以数字运算法则可以求得万物的值。从古至今，众多的理科系大家们用数字证明了一条又一条的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尚未得到证明的也不少。下面我们要讲述的便是一群年轻人果断向其中一个难题发起了挑战的故事。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恋爱模式。长腿丝袜的女主角冰室踩着公式化的小步伐走进了办公室，母胎 solo 男主雪村责怪冰室迟到了3分钟，丝毫没有注意到冰室的性感。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冰室坐下来后，表情严肃地与雪村讨论着工作上的问题。突然，冰室用平淡的语气向雪村表白，吓得雪村正在吃的辣条都掉在了地上。对于理科直男研究生来说，恋爱是个课题，几乎等同于外星人苏美尔文明一样，充满了未知的魅力。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感觉似乎都很喜欢对方，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随便下定义，枉为理科生。于是冰室做了一张图表来证明自己是喜欢雪村。由于图表上的数值无法精确的计算，所以只能依靠大致的推算。雪村看过后表示，这些证据只不过是你主观推论而已。雪村正在思考证据是否可靠，可冰室却像花痴一样看着雪村。雪村急忙地背过身去。作为一个合格的理科生，当然要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互相喜欢的。雪村提出，判定是否喜欢可以公式化，如果喜欢的话，会使人心跳加速，做梦会梦到对方，在一起很开心，等待对方回复信息，如果足以构成图灵表，然后就能判断出来是否喜欢对方。这个课题看起来很有意思。两个恋爱小白跑去请教小邹，询问判断喜欢对方的条件，有什么情况下代表着喜欢上一个人。小邹指的漫画上的壁咚表示，这样会心跳不已。两人受到了小邹的启发，同时为了使证据更加的充分，导出冰室喜欢对方的条件，开始准备了进行实验。只要测试心率，就可以测出恋爱悸动的数值。说干就干，拿出了心率仪，马上开始实验。面红耳赤的冰室被雪村按在了墙上，10秒后，雪村详细的记录着数据，心跳147，几乎等同于全力奔跑后的市值了。雪村对于冰室的娇羞竟然无动于衷。接下来是令人耳红心跳抬下巴的环节，两人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完全依照网络上的指南，30到40度角是完美抬下巴的角度。此时此刻，直男雪村竟然想到这和人工呼吸的手法类似，认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有助于呼吸道。第三项是暧昧的站在身后为对方卷袖管，雪村僵直的动作，还问这个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冰室更加一本正经地解释道，32厘米的身高最为理想。这种相当精细的数字，恐怕背后有着学术方面见解也不一定。经过以上，雪村得到的结论是，两个人距离越近，心率越容易加快。然后冷嘲热讽地对冰室说，怎么了？这样就不行了？冰室不服气地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距离是最近的。冰室坐在了雪村的大腿上，雪村瞬间的沦陷了，冰室的小马尾则忽闪忽闪的。10分钟之后，直男雪村坚持不住了，心想这女的是不是睡着了？这要怎么样才能结束实验？这股香气又是什么成分？源源不断的狗粮洒下，美人揽入怀中。雪村心里不知不觉地泛起了粉红泡泡，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后，得出了一张在冰室实验中的心率图，在某些情况下会呈现出高心跳数。小邹的结论是冰室喜欢雪村，但是雪村并不这么认为。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尚早，心跳不已，不停出汗，面露红潮，这些症状同时指向了早发性更年期障碍。不得不说，雪村真是知识渊博。同时，雪村认为壁咚这类实验的数据量不够，1-2次并不能说明什么，非要60次壁咚才可以。照这样下去，你不就壁咚一辈子吗？针对反复多次壁咚实验得出了数据，一开始明显是心率上升，
随着次数的增加，逐渐的平稳。超过了100次之后，心率居然毫无波动了。雪村再一次陷入了难题。冰室对实验影像进行了动态捕捉，然后并进行了分析。结果让人吃惊的是，雪村在壁咚时的动作和相扑选手比赛的时候使用的推墙掌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雪村思考着，推墙掌并不具备让女性心动的条件，所以心跳才不会加快啊。一旁的小周实在受不了直男雪村了，直接怒吼道：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就不明白呢？恋爱是不能靠数字情报来进行推测的。高中时期的小周拥有过一段甜蜜的师生恋，沉迷在数学老师的魅力里，忘我的学习数学，与老师讨论难题，最后由学渣翻身为学霸。就这样，小周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谈过恋爱的理科研究生。以上种种都没有让钢铁直男感受到，甚至在黑板上画出了一系列的公式，方便继续探讨恋爱的课题。恬不知耻地询问小周的前几任这种白目的问题，毫不在意小周的羞涩，并冰室阻止后依然死不悔改，甚至还气焰嚣张地将冰室按在了墙上。雪村即使这样的嚣张跋扈，也阻挡不了冰室对他的爱慕以及四处乱撞的小马尾。这份的恋爱到底能不能证明呢？这回轮到雪村测试心率了。雪村抚摸冰室的头，得到的结论是心跳比冰室更深。了解雪村的心意后，冰室的小马尾更加欢快地跳跃了。此时季田学姐提问：你们做实验对照了吗？他们只做了平时的心率测试。季田学姐指的是对比人，而不是对比数字。现在做的实验是 A 对 B， 心跳并没有加快。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在 B 不存在的条件下进行数据对比，有必要和抚摸 C 的情况下进行对比，要不然就无法证明心跳加速非 B 不可。于是季田学姐走向雪村，是要证明雪村对冰室心动，还是见个女人就兴奋的渣男？结果是和抚摸冰室的头时的心跳一样。雪村连忙解释道，自己只要靠近女生就会紧张，心跳加速，因为过往的人生中与女生无缘，所以心跳加快并不一定是喜欢。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资料，能够明确的喜欢构成的要素，目前还无法依据心率来判断，样品不足以算出喜欢的一般条件。两人对恋爱所知甚少，理科研究生普遍稀缺恋爱经验，无法得出普遍规律，于是二人不得不向看起来很差劲的虎符来求助。虎符也不负众望，讲起了自己恋爱的经历，并且表示自己喜欢了多少人，只好从现任说起。虎符的女友叫兰香，只要在一起就觉得十分高兴，让他心跳加速，并且愿为女友花22万日元。听到这里，冰雪突然想起自己才给雪村花了728日元，在这一要素上就有311倍之多。随后更加的大瓜来了，虎符和兰香睡在一起2年之久，每晚都紧紧的抱在一起，这可让冰室想入非非。除了上次抱着睡以外，一次都没有。细细一算，又是730倍的差距。虎符这样才是真正的恋爱，没有这样的心思，便称不上是喜欢。谢谢观看，我是一路，下一部分再见。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分享。